下面将织片需要的位置缝合，先来缝合前后片。缝合是在正面进行的，将前后片的反面相对，剪取一根长约1米的线穿入缝针。这里我已经穿好了，先来缝合织片右侧，找到前片最下方，缝针从下往上，挑边缘2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注意，这里最下方是我们别线拆掉以后的线圈。挑度线的时候，注意不要挑错，度线的两旁都应该是向上的 V 字纹理。挑最下方的一根度线穿过，将线向外拉，留出约10厘米左右的长度，不要拉出。接着找到后片对应位置，同样从下往上挑边缘2针之间的横向度线，穿过，稍稍拉紧。拉的时候注意，不要将预留的线头拉出。继续挑前片，刚刚缝合位置上方的一根度线缝一次，接着挑后片的对应位置缝一次。前后片就是这样一一对应，挑横向度线缝合的，继续往上缝合。一直缝合到最上方绣龙开始的浮针收针的位置。每缝合一段后，稍稍拉紧线头，同样不要将预留的线头拉出。继续将这条边缝完。缝合完成后，将缝合的线头穿到织片的反面，在反面顺着纹理藏好。预留的线头也按照同样的方法收好，前后片的这一侧就缝合完成了。上方的这个洞用来缝合袖子，前后片的另一侧缝合方法是相同的，大家自己把它缝好。下面缝合袖子，先来缝合袖子织片的2个侧边，
正面朝外对折织片，在正面从下往上缝合两条侧边，缝合方法与前后片的缝合是相同的。大家自己将它们缝好，这里我已经缝完了。接着将袖子和前后片缝合在一起。袖子的缝合仍然是在正面进行的，从腋下位置开始缝合。可以将袖子和袖笼上下的对应位置用记号扣扣起来。最下方织片侧面的缝合线上扣一个记号扣。最上方的中心点和肩部的收针线扣一个记号扣。扣好后，我们开始缝合。取出穿好线的缝针，线长约1米。缝针从前片扶针收针的线圈下方从后往前，从边缘这个 V 字的中心穿出，留出10厘米的线头，不要拉出。接着向上横向穿过袖子扶针收针对应位置的一个 V 字，将线拉出，注意不要将预留的线头拉出。接着回到前片，横向穿过一个 V 字，这里的 V 字是向下的。完成后，在袖子织片上向左横向穿过相邻的 V 字，这里的 V 字是向上的。收针的位置就是这样一一对应，横向穿过 V 字缝合的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收针的部分缝完。收针位置缝合完成后，接着来缝合减针位置。这里缝合的方法与前后片缝合相同，挑边缘两针之间的度线，一一对应缝合。缝合的过程中，如果度线的数量不对应，可以一次挑度线较多的一侧织片2根度线，与度线较少的一侧织片1根度线进行缝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调节即可。
继续往下缝合。缝合到袖子织片上方扶针收针的位置时，大约3个 V 字对应4根度线。如果线圈和度线数量不相等，要及时调整，可以多挑1根度线或少挑1根度线去缝合，大致缝合均匀即可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继续往下，将这一圈缝完。到了腋下的位置，可以多缝2针，防止腋下有洞。缝好后，将线穿到织片的反面，同样在反面藏好线头。这个就是袖子与前后片的缝合方法。另外一侧的缝合方法也是相同的，大家自己把它缝好。下面来编织领口，来看成品。领口是在前后片上方挑针往返编织双螺纹花样的，需要预留扣眼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接着来编织领口，找到前片3区织片2，连续的扶针收针的位置，棒针穿入最右侧收针线圈下方的 V 字，在这里接线，将线挑出。接下来收针减针的位置，大约一对应，穿入 V 字挑针。
到了不加不减的位置，穿入边缘两针之间，挑针。这里也是一一对应挑针的，一个洞里挑出一针。边挑针边核对针数。挑针完成后的总针数需要是4的倍数加2。后片的挑针方法也是相同的，无论是不加不减的位置，还是减针收针的位置，都是一一对应挑针的。不加不减的位置也可以适当的混过1到2针。对照自己的图解，将领口挑针全部完成。这样挑针就完成了，挑针算作一行，我们的第一行也就编织完成了。接下来继续对照图解，将第2行至第4行编织完成即可。不要忘记在第3行的对应位置编织扣眼，扣眼的位置图解上有所标注。完成后使用冰岛收针法收针即可。领口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到这里。下面学习下摆的编织方法。下摆需要拆掉后片起针的别线，将线圈穿起来。在后片线圈和前片剩余的线圈上往返编织双螺纹花样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首先，我们将起针边缘的线圈穿起来，拆掉我们穿线圈的废线和后片起针的别线，将线圈穿回棒针上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缝合线的两侧，我们织片边缘的位置，这里由于我们缝合进去了一针，所以织片靠近缝合线边缘的两针，我们在穿线圈的时候要把它变成一针。先来穿前片1区织片1的线圈，穿好后，我们来将最右侧的两针变成一针，用右棒针挑起左侧的一针，盖过右侧的一针，两针就变成了一针。接着拆掉后片的别线，
穿好2个线圈后，同样挑起左侧一针，盖过来，继续穿剩余的线圈。后片最后2个线圈穿完后，同样挑起左侧线圈，盖过来，接着来穿前片1区织片2的线圈。先穿前2个线圈，挑起，盖过来，接着把剩余的线圈全部穿好。这样线圈就全部穿好了，并调整好了针数。接下来接线编织第1行，直接对照图解编织对应针法即可。这里大小码编织的针法是不相同的，大家一定要严格参考自己的图解，将所有的线圈织完。所有线圈编织完成后，我们需要在左侧相邻的前片4区织片上再挑出一针。这里我们在正面编织，以下针的方式穿入左侧4区织片边缘的线圈，挑出一针。这样我们的第1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翻面编织第2行，先对照图解，将棒针上的线圈织完。编织完棒针上的线圈后，接着找到旁边相邻的前片4区织片。这里我们是在反面编织的，所以我们以上针方式穿入织片，边缘一针的里侧挑出一针。这样第2行就编织完成了。接下来第3行和第4行的编织方法与这2行是相似的。正面对照图解编织棒针上的线圈，完成后以下针方式在相邻的4区织片上挑出一针。反面对照图解编织完所有线圈后，以上针方式在相邻的4区织片上挑出一针。
编织完第4行之后，使用冰岛收针法将棒针上的所有线圈收完。到这里，我们下摆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接着来缝合配件，配件包含2种扣子，大圆扣3颗，小方扣3颗。大圆扣缝合的位置分别在2只袖子，扣眼对应的位置，领口扣眼对应的位置。小方扣缝合的位置在前片4区织片2和织片1扣眼相对应的位置。缝合方法都是相同的。首先我们找到扣眼对应的位置，在缝合扣子的位置扣一个记号扣做标记，将6颗扣子需要缝合的位置都用记号扣标记好，接着来缝合。下面来缝扣子，我这里位置随机，无论是大圆扣还是小方扣，缝合方法都是相同的。找到我们记号扣标记的位置，剪取一段长约30厘米的线头，穿入缝针，取出我们的扣子。这里我已经穿好了，针从织片后方向前穿过织片，预留约10厘米的线头不要拉出，记号扣可以取下。接着穿过扣子，和织片对应位置缝几次，将扣子缝紧，缝好后，线头穿到织片反面，和预留的线头打结固定一下。这个就是1颗扣子的缝合方法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将所有的扣子都缝好，最后将毛衣上剩余的所有线头顺着织片的反面纹理藏好。到这里，这件毛衣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